小度，今天广州天气？广州今天大雨转雷阵雨。刚刚吃完早餐，我们现在准备出门了。今天打算去佛山那边看一下车子。今天的天气也不是很好，今天早上刚刚下了一场大雨啊。现在我们的车子是停在这后面的，放在这边呢是不用停车费的。之前是停在里面那个停车场，300块钱1个月。为了省点钱，我们就把它停在这个树朵旁边，这样1个月下来省300，一年呢就省3000多块钱。完了，这个胎之前就是我花了150块钱请的那位上门师傅过来检查的，当时没检查出来有漏气嘛。好，现在是3个多月过去了，从上个星期开始呢，它这里就有点憋了。现在1个星期过去，它现在已经完全憋了，没什么气了，估计还能开一会吧。我刚才在网上查了那个维修店呢，大概有4公里，估计可以能撑到过去吧。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右手边这个胎，它现在还算是有一点气。在我背后这一排呢，多是监视车，放在这里面的，尤其是盖上这种雨衣的，基本上几个月才会开一次的。有一些车1年到头才开2次，就是从年头年尾才会开的，平常都是一直放在这里，因为放在这里真的是不用花那个停车费。我让熊大先开出来，我看一下那个轮胎能不能开呢，还有4公里呢，先测试一下。如果不行的话，到时候就要救援，先让个打完气之后才能过去了，这样又得花钱。哇，有点憋呀，好憋呀。到了，就是这个店。这里是吧？哎，到店里面了。刚刚我以为旁边那个帅哥是老板的，他不是，好像老板。哎，老板呢？老板在哪里啊？我没注意，我一直看着手机。哦，在那边有没有人？哦，你的车老板没帮你修吗？哎，这里。哎。我前2天打过电话，就是我换那个防爆胎的。前面2个轮。后面2个不搞是吧？你帮我看一下后面这个要不要换？我看的好像磨损不是很严重。看一下。磨损是不严重啊。嗯。然后我看一下年月，然后是20年14周的胎的话还可以啊。20年了是吧？对。不是防爆胎哈。对。那我后面2个不是防爆胎，我前面装防爆胎有没有影响？没什么太大的影响，但是防爆胎跟这个的胎纹是不一样的。然后的话，到时候年审的话不好搞，因为它年审轮胎的那个牙纹啊，要求是也一样的。我们一般换回你们这种自己的胎啊，就是这个品牌这个螺纹的，我们一般都是前面要是换前面的情况下，我们会把后面的胎，就是把前面的新胎换到后面，后面那个旧胎放在前面来磨，这样就。之前我买这台车回来的时候，我同学跟我说，我这台车的轮胎是防爆胎的，所以我一直以为它就是防爆胎的。现在来到这个换轮胎的店了，人家跟我说不是防爆胎，就是普通的胎。真的是我感觉我同学说的话水太深了，哪了都不是真的。3包多久啊？3包多久？国家的质量规定，如果是达到3次的，都是按照国家标准的。我不知道保多久啊？没有保多久，跑到光头为止。没有这样的。那会开发票给我吗？开那个票给我吗？不报发票补6点发票，我这个价格不报票。看看我后面这台越野车，熊大看上了，他说好想有一台这样子的7座，这个车要多钱呢？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知道？这叫啥牌子？现在闲着也是闲着，因为轮胎那个他们还要把货拿过来，我们就来这边路边看看看到这里多少钱一斤？这个7块8。7块8。可以尝一下。可以尝一下。小个好，7个大个的。这是叫什么品种来的？可以吗？这个盒还能接受，小盒啊。老板来1斤吧。颁奖吗？啊？不剪你要吗？那么多鸡头。啥？没听懂。不剪你要吗？不剪会要吗？1斤就好了。多点也不怕啊。
吃完再买呀。你经常在这里摆吗？没有。哦，就流动性的哈，时不时就来这里。这是你儿子啊？我也那么老了。这2块钱1斤，足斤足两。3斤啊？哦，5块钱3斤，番石榴。你吃了龙眼吃就没有那么甜了，你吃了龙眼吃就淡一点的，甚至没有味道。你吃了那个是脆甜的，不是软的。哦。够不够称先？不够就回来拿完了。确定，我有称子哦。这还招工啊，6000到1万块。刚刚在后面跟那2个摊位老板聊了一下哈，今天花了15块钱，10块钱龙眼，还有那个5块钱那个番石榴。哎，现在还没好。我们沿着这条路往上面逛一下，看看有什么好吃的，有点饿了。熊大说要去吃饭，我说等一下再去吧。本来想来这边找一个好一点的餐厅吃的，但是没找到哦。吃饭的餐厅太少了。熊大说太热了，你看他衣服这里都湿了。他说要找个有空调的，那我们就找到后面这家个米店，吃米粉的，然后我们专门进去嘛，主要是它有空调。走了。熊大点的这个丝瓜大肉汤，这绝对是真的好大一碗啊！先吃饭。今天花了25块钱2个面，熊大说太便宜了，佛山这边的物价，他说要是他公司那边这么大的一碗面是30多块钱，他点了个15块，我点了个10块钱。是啊，吃饱了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车子有没有在搞。现在2个帅哥在那里帮我测车子。今天过来本来就想着就是换2个轮胎的嘛，没想到发现车子问题还蛮多的。现在发现还有2个问题，第一个就是发动机这个亮灯的问题嘛，之前一直都没去弄，也没管它。然后今天呢就顺便让师傅帮我检测。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从上一次就是我们说打完气之后嘛，就车子开来就有震感了，一直有那个异响。今天呢就让师傅帮我测出来了，他说我后面的那2个避震器啊，有问题了。其实这个避震器呢，就是已经换过了，就是我刚拿下这台车的时候，我同学当时就跟我换了，还花了2000块钱了。然后现在整整1年的时间，现在又有问题了，我不知道今天换的话要花多少钱，我好心疼啊。以及今天要搞的就是避震器、轮胎，还有那个发动机问题嘛，这3大问题，不知道要花多少钱。先看师傅测出来怎么说的呀。哎，好心疼，真的是现在一出来，这些维修店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啊。看看老板怎么说。你现在帮你拨一下电话。好。好像之前检查出来是里面那个什么嘴来的，瞬间天就变黑了。我们还在这里等那个车子还没好，他开去那边做那个什么，学习那个升级那个码，要1个多小时。店在后面，我们在前面等。又下雨啊，这个雨不知道下到几点钟啊。打雷了，闪电了，吓人啊！外面现在下了好大的雨，我们现在要打车回去，车子放在这个维修店，还要检查。我说身都湿了。刚刚是打车回来的，下了好大的雨。那我们的车子呢是放在今天的那个维修店那里，现在还没搞好，好多问题哦。说出来我真的是扎心了，因为去年的时候。那时候我去 4S 店做检查花了300块钱，当时就是说，那边检查出来好多问题嘛哈，然后那时候 4S 店呢就报价维修是要3万多嘛，当时我就跟我同学发脾气嘛，我就说车子不要了，你把钱退回给我嘛。
反正就是说了很多。后来我同学呢，就是说，把我的车拿回我们老家那边嘛。他说他那边有，这些熟人就维修的一些朋友嘛，他那边帮我免费做检修。后来呢，他拿回去说，前后搞了1个星期哈，他说没什么问题。后来我就说没什么问题，那就这样子了哈，车主就还是给回我嘛。那现在呢？我今天本来是想着去，就是换轮胎的，就我们前轮的话磨损的有点那个伤了，现在是老是3、4个月左右它就会漏气憋气呀。然后本来主要是换轮胎的，没想到呢一检查呢，哇，发现好多问题。那个老板直接就说你的车子那个发动机故障灯在报警啊，他说要帮我检查，我说好呀。因为发动机故障灯呢，我知道是有问题的，之前一直没有修嘛，我就想一直拖延嘛。然后今天他说帮我检查，不用收费嘛，那我肯定是让他再给我检查一次嘛。那现在检查出来的话，问题大多了。他说那个是发动机那里什么坏了，重点是哦，他说我那个发动机不是原装的，意思是说这个车的那个发动机是换过的，这才是重点。之前我那个同学跟我说呢。这车子呢是原装的，就是其他那些大的配件啊是没有更换过了。好，现在人家师傅一查就出来了，是换过的。那第二个问题呢，就是那个里面漏气，用那条什么管子里面漏气啊。之前去宝马 4S 店检查的时候呢，那边也是给我检查出来的。然后我同学拿车回去说根本就没有漏气，他说人家 4S 店坑我的。好，现在人家师傅说现在那里又有漏气了，他那里漏气呢就会导致那个什么，就燃油烧的时候啊，就那个浓烟过浓啊，就是积碳会增多啊，会导致这些问题，反正就是对车不好嘛。好，人家现在检测出来确实有这种问题，跟宝马 4S 店检测的结果是一样嘛，说明什么？说明我同学之前都是在忽悠我的。唉，现在还有一个问题，最重要的是哦，他那个后面就是车的后轮那里2个避震啊，当时呢就是过户的时候给我的时候，他给我换了那个避震的，我花了2000块钱啊，那还不是免费的，是要我自己掏钱换的。现在哦刚好整1年，因为我是从那时候4月份嘛，当时去打了气之后呢，就发现找高速去西南那边买菜，那时候就发现就是震感很大，很颠感嘛。到现在我一直都没去检查过嘛，今天一去检查，老板就说，是你那个避震那里坏了，他就说就可能磨损啊、漏油啊会导致这个问题嘛。我就在想，我才换了1年了，现在这么快就换了，哎呀，我真的心疼死了。那时候前搞了2000块钱，而且车现在是问题是我开的很少，基本上都是停在那里，要是开的多的话早就出毛病了。那现在车子还有哪些毛病呢？不知道。哇，我好担心，要是这样维修起来要个大几万的话，我连车都不想要了，唉，心疼死了。现在车子他那边今天下雨嘛，然后后面来了挺多人的，在维修车的检查车子。我的车子今天放那边，他晚上那个师傅呢才会帮我去检查那个漏气那个管，说车子放在那边，明天呢中午我再过去。今天晚上问题检查出来，他那边的师傅老板会给我报价，就看一下我能不能接受，接受就换，不接受的话他说你可以开车回去。唉，我那个车搞下来都可以买一台完完全全的新车，还是SUV 的呢。现在国内一台车新车多少钱？6万多是吧，熊大？哎呀，6、7万多。现在我是去年买的车，现在是6、7万完全可以有一台新的车了。我这台车从前后，就是抛开我买车的钱哈，我后面去拿去修补的，这里都花了大好1万多块钱了。我换了啥？换了360，还有那个灯，前面的那大灯啊，换了那个都是1000多块钱。再加上之前又换了那个2000块钱那个避震，好，今天又花了560块钱的换前面的那个轮胎。
我换的还是普通的，没有换防爆胎。之前我那个同学还一直跟我说我这个车子的胎是防爆胎呢，人家一说根本就不是防爆胎，你看这里又被忽悠了。唉，我本来还想着去米其林换一个防爆胎的，人家一说是普通胎。防爆胎，因为我4个轮嘛，后面是普通的，我前面就不能换那个防爆的，这样会就高度不一样，所以还是换统一一点。因为明年车子是要年检的，25年年检，到时候你2个轮胎不一样的话，就还是年检不过嘛，所以还是个麻烦事。所以我想来想去还是换个普通的，280块钱一条。还好这个老板呢是吴江那边的人嘛，还是挺实诚的，没有忽悠我。之前我去了那个天猫品牌连锁店，你知道人家报价多少吗？报500块呀，就普通的，我这边才280一条。你看，千万不要去这些什么所谓的品牌那些维修店，价格真的贵。还有那个，我本来是想换那个米其林的吼，那个天猫那里给我报900块钱一条，今天我去那个店是给我报730，然后官网呢是695块钱，所以那些店啊真的是很坑的。哦，说起这个天猫店，我还记得吗，熊大？今年我们换了那个机脚啊，车子那个机脚一直在那震得很厉害，抖动哈。当时我们去那个天猫店换的，还开了会员，单独开会员要200块钱。然后那一次去换呢是花了4000块，换了4个机脚，换了3000多块钱吧。然后当时换了刹车片、刹车油，还换了那个空调里面的那个空调什么清洗吧，好像总共花了4000块钱。现在想想，我感觉真的是被那个4S店坑死了。所以说就是车子前后哈，我们就是真的是花了很多钱了。车子我们又开得很少，我好心疼啊，这真的是消耗品啊！停车费啊，还有保险费啊，上个月又交了2600多块钱的那个保险费。现在好就好在我现在停车费可以省下来了，放在路边。熊呀，我好心疼，我2个车都养不起了。熊，养车养不起呀。扔了呗。扔了呗，你舍得扔了吧？这么大件扔在哪里呀？烦死了。这个事情呢，明天就看师傅给我报价怎么样了。实在不行，这个车子看看怎么处理。那现在处理也不好处理，很廉价了，当二手去卖掉就当废铁了，哈。别人都买新能源，大家都买新能源哈，也没人用油车了，所以我们的车当二手卖掉的话，不知道值不值3万块啊。好，今天的影片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